格鲁吉亚坐落在黑海沿岸和大高加索山脉南坡之间，是古丝绸之路和现代欧亚走廊必经之地。格鲁吉亚国名源于其民族名，在希腊语中意为田园或农业。现今格鲁吉亚领土上最早的定居点可追溯到约180万年前，这是除非洲以外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居住地。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期，高加索地区开始变冷，自然条件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人们从高原迁徙到了平原。公元前8世纪末，格鲁吉亚形成了2个核心区域，西部称为科尔基斯王国，东部称为伊比利亚王国。公元前6至4世纪期间，格鲁吉亚各个联盟之间发生了领导权斗争，最终由来自姆兹赫塔地区的卡特利亚部落赢得胜利。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大帝率军入侵伊比利亚南部，在高加索南部建立了庞大的希腊马其顿帝国。古希腊文化对该地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希腊语在科尔基斯的城市中被广泛使用。公元前66年，罗马帝国完成了对高加索地区的征服，罗马与邻国波斯之间的纷争贯穿了格鲁吉亚随后600年的历史。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伊比利亚也被称为卡特利王国，处于波斯人的统治之下。然而，在5世纪末，王子瓦赫坦一世策划了一场反抗波斯的起义，恢复了伊比利亚国家的地位，并自立为王。此后，瓦赫坦的军队多次对波斯和拜占庭帝国发动战役。591年，拜占庭和波斯最终决定瓜分伊比利亚。从7世纪起，阿拉伯人开始入侵外高加索，侵占了格鲁吉亚的大部分土地。9世纪初，东罗马试图重新恢复在格鲁吉亚的影响，格鲁吉亚乘机建立了独立的政权。尽管阿拉伯人在645年就夺取了首都第比利斯，卡特利伊比利亚仍保留了相当的自治权。随着阿拉伯帝国于9世纪末开始衰落，格鲁吉亚在914年终于摆脱了阿拉伯统治。阿拉伯帝国在格鲁吉亚的统治结束后，格鲁吉亚分裂成许多相互敌对的封建公国。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格鲁吉亚诸公国展开混战。陶伊克拉尔哲济公国在巴格拉德3世带领下，打败卡赫基亚公国和艾列金公国，统一了除阿布哈兹以外的格鲁吉亚，建立了巴格拉提王朝。11世纪60年代，塞尔柱人首次出现在格鲁吉亚，当时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夷平了格鲁吉亚王国的西南省份，并攻占了卡赫济。从1079年起，大批突厥人涌入格鲁吉亚，格鲁吉亚历史上称之为土耳其大入侵。乔治2世被迫向马利克沙臣服，以每年缴纳贡金的代价换取和平。1089至1125年，格鲁吉亚国王达维特夺回被塞尔柱占领的外高加索谢尔凡公国和亚美尼亚北部大片土地。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格鲁吉亚在塔玛皇后统治下达到全盛，格鲁吉亚成为高加索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其影响力扩大到了波斯和黑海沿岸西南部。1225年，花剌子模帝国的统治者贾拉勒丁·明布尔努进攻格鲁吉亚，在加尼战役中，花剌子模帝国征服了格鲁吉亚都城第比利斯。1220年代，格鲁吉亚国内王权和封建主之间的矛盾加剧，外部面临蒙古人入侵。尽管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包括格鲁吉亚在内的外高加索地区还是于1236年被蒙古军队攻陷。1243年，格鲁吉亚与蒙古签订合约，格鲁吉亚接受了金帐汗国的统治，格鲁吉亚向其缴纳贡赋并提供兵员。1245年，女王鲁苏丹去世后，经过残酷角逐，格鲁吉亚出现了2个国王，而蒙古为巩固对格鲁吉亚的统治，支持格鲁吉亚的分裂局面。1247年，2位国王通过谈判决定共同治理国家。连年的战争和流行病的传播使格鲁吉亚人口锐减，同时蒙古伊尔汗国还在格鲁吉亚制定了严厉的赋税制度。1259年至1330年间，格鲁吉亚人为争取完全独立而与蒙古伊尔汗国展开斗争。最终，国王乔治3世利用伊尔汗国的衰落，将特拉布宗帝国重新纳入势力范围。然而他死后，格鲁吉亚陷入了分裂。1386年至1403年间，格鲁吉亚又受帖木儿侵袭。15世纪，由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崛起，格鲁吉亚成为2大帝国争夺的目标。
16世纪初，波斯的萨菲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分别征服了格鲁吉亚的东西部分，格鲁吉亚与西方联系自此中断300年。1590年，波斯和土耳其缔结合约，规定格鲁吉亚南部归土耳其统治。土耳其统治地位确立后，土耳其的耕地制度开始在格鲁吉亚实行。在沉重的赋税制度下，当地农民纷纷逃离村庄，于是土耳其统治者向格鲁吉亚大量移民。进入17世纪，由于连年战乱，格鲁吉亚东西部都陷入了贫困。到了17世纪末，格鲁吉亚因经济崩溃，居民数量急剧减少。1762年，泰穆拉兹二世在出使圣彼得堡宫廷期间去世，希拉克略继位为卡特利国王。至此，格鲁吉亚东部3个世纪以来首次在政治上统一。卡特利国王随后向俄罗斯寻求保护，以抵御奥斯曼帝国与波斯的进攻。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渴望在对抗土耳其的战争中与格鲁吉亚结盟，但她只派出了少量兵力前去支援。1795年，新任波斯君主沙阿加对格鲁吉亚条约勃然大怒，视其为叛国行为，于是入侵格鲁吉亚，将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夷为平地。1801年5月，俄国将军诺林废除了格鲁吉亚王位继承人巴托尼什维利，建立了以拉萨列夫将军为首的政府。至此，波斯正式失去了对格鲁吉亚的控制。从1803年到1878年，俄罗斯与土耳其和波斯进行了多次战争，一些前格鲁吉亚领土被并入俄罗斯帝国。格鲁吉亚几个世纪以来首次统一，但却失去了独立。格鲁吉亚人对沙皇专制和亚美尼亚经济统治的不满，导致格鲁吉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1905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促成了政治改革，暂时缓解了紧张局势。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成为格鲁吉亚的主导政治力量，约瑟夫·斯大林成为格鲁吉亚革命运动的领袖。俄罗斯帝国被苏联取代后，1918年5月26日通过的格鲁吉亚独立法得到了苏维埃俄国和西方主要大国的承认。1918年6月，为了阻止奥斯曼帝国进攻第比利斯，格鲁吉亚军队控制了洛里省，该省亚美尼亚人占绝大多数。奥斯曼帝国撤军后，格鲁吉亚军队仍留在那里。1918年12月，格鲁吉亚人在洛里地区的乌宗拉尔村遭遇了一场叛乱。几天之内，两个共和国之间就爆发了敌对行动。1922年格鲁吉亚事件期间，格鲁吉亚被并入了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36年12月5日，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式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1941年6月，阿道夫·希特勒入侵苏联，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夺取高加索油田，但轴心国军队始终未能抵达格鲁吉亚。在二战中，有35万格鲁吉亚人献出了宝贵生命。1942年，德国军队被赶出高加索地区后，由于战斗中的英勇表现，137名格鲁吉亚士兵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24万人被授予奖章。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上台执政后，大力提倡开放与改革政策，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相继谋求脱离苏联。格鲁吉亚境内的民族关系早在70年代就已经日趋激化。1978年，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删除了格鲁吉亚语是国语的规定，引发了数千名大学生的抗议。1988年11月，格鲁吉亚的民族危机全面爆发，首都第比利斯发生大规模集会，要求退出苏联。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让担任苏联外交部长职务的前格鲁吉亚领导人谢瓦尔德纳泽返回第比利斯，采取紧急措施。当时以阿德列波伊为首的民族主义者要求恢复阿布哈兹人20年代曾经拥有的共和国地位，允许阿布哈兹退出格鲁吉亚，单独加入苏联。而以加姆萨霍尔基阿为首的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势力坚决反对阿布哈兹分离运动。他们以格鲁吉亚属于格鲁吉亚人为口号，成立中央斗争委员会，从4月4日开始，在第比利斯组织大规模集会，一方面反对阿布哈兹独立，另一方面要求成立临时政府，宣布格鲁吉亚独立。这样的复杂矛盾之下，发生了第比利斯惨案，致使19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第比利斯惨案发生后，苏联举国上下异口同声地谴责暴行，要求严惩罪魁祸首。
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要领导者以及高加索军区司令等人被解除职务。加姆萨霍尔基阿等极端反苏的民族主义者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1990年10月底，格鲁吉亚举行最高苏维埃选举，以加姆萨霍尔基阿为首的反对派联盟获得胜利。加姆萨霍尔基阿成为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年3月17日，苏联中央政权组织了关于是否保留联盟国家的全民公决。格鲁吉亚抵制了这次公决，并于3月31日就本共和国的自身前途问题单独举行了公投。结果90%的投票者赞成根据1918年制定的独立法恢复格鲁吉亚的独立地位。据此，格鲁吉亚西议会于4月9日通过独立宣言，同时决定设立总统制。格鲁吉亚成为继立陶宛之后，苏联境内第2个正式退出苏维埃联盟的国家。5月26日，加姆萨霍尔基阿当选为格鲁吉亚总统。加姆萨霍尔基阿原本以反苏立场著称，但在819事件中，他却与策划事变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达成妥协。819事件失败后，叶利钦对加姆萨霍尔基阿产生反感，给日后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关系蒙上了阴影。格鲁吉亚境内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趁机宣布独立，面对分裂的两地，军事征讨成为唯一有效的手段。当加姆萨霍尔基阿用苏联军队遗留下的军火拼凑出一支军队，并将他们送上前线时，失败的结局几乎是注定的。1991年8月，第比利斯连续发生反总统的群众示威。9月2日，保安部队向示威群众开枪，造成流血事件。反对派利用这一事件组织起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要求总统立即下台。9月22日，3000多名国民卫队倒戈，占领了国家电视台，并与忠于总统的军队发生枪战。加姆萨霍尔基阿随后宣布格鲁吉亚进入紧急状态。经过一系列准备，反对派于12月22日发起推翻总统的最后决战。反对派组成的格鲁吉亚军事委员会废除了加姆萨霍尔基阿的总统职务。1992年1月6日，加姆萨霍尔基阿掠走巨款，携家带眷逃亡至车臣。1992年3月，谢瓦尔德纳泽被任命为格鲁吉亚国家委员会执行主席。1993年9月，当格鲁吉亚同阿布哈兹的战争全面爆发时，加姆萨霍尔基阿试图在支持者的帮助下重返政坛。谢瓦尔德纳泽知道这一消息后，迅速与俄罗斯签署了加入独联体的协议，并以此换来了俄罗斯对阿布哈兹的政治安抚。很快，加姆萨霍尔基阿位于祖格迪迪的指挥部被攻占，他带着几名随从再次逃亡。此后的1个月内，他与其亲近幕僚隐藏在格鲁吉亚西部地区的森林里。据加姆萨霍尔基阿的私人保镖及其藏身房屋的主人说，1993年12月31日，加姆萨霍尔基阿死于自杀。由于谢瓦尔德纳泽的亲美政策，格鲁吉亚成为美国重要的援助对象。在谢瓦尔德纳泽任期内，格鲁吉亚内部的犯罪率不断攀升，政治腐败日益严重。外部人士估计，谢瓦尔德纳泽的亲信控制了格鲁吉亚70%的财富。尽管谢瓦尔德纳泽本人并没有贪污，但许多格鲁吉亚人指责他保护贪污犯，来以此稳固自身地位。2003年11月2日的格鲁吉亚议会选举引发了格鲁吉亚人的愤怒。11月21日，谢瓦尔德纳泽在保镖保护下逃离议会。随后，他宣布格鲁吉亚进入紧急状态。1天后，以前司法部长萨卡什维利为首的反对党集团利用议会选举舞弊风波，要求谢瓦尔德纳泽辞职。抗议活动采取非暴力的方式，萨卡什维利及其支持者在公开露面时都会拿着一朵玫瑰花，因此被称为玫瑰革命。最终，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谢瓦尔德纳泽被迫流亡。萨卡什维利担任总统期间，格鲁吉亚的经济发展依旧非常缓慢，贫困率长期居高不下，并且贪污腐化、治安混乱的现象仍然存在。为了转移矛盾，萨卡什维利力求通过武力的方式收回在俄罗斯支持下自行独立的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对南奥塞梯军事行动的失败，导致萨卡什维利威信大损。2013年11月，萨卡什维利在抗议声中下台。2018年11月，萨洛梅·祖拉比奇维利赢得格鲁吉亚总统大选，成为首位女性总统。这是格鲁吉亚最后一次直接选举总统，此后格鲁吉亚转向为议会制。2023年12月14日，欧盟授予格鲁吉亚候选国地位，
以表彰该国为融入欧盟所做的持续努力。在国际预算伙伴关系发布的2021年公开预算调查中，格鲁吉亚是预算透明度排名最高的国家。美国传统基金会的2023年经济自由度指数将格鲁吉亚排在欧洲第21位，领先于11个欧盟成员国。